两艘飞船正在追击，突然跟前出现一个虫洞，一道红光从虫洞中飞出，和其中一艘飞船相撞，然后他们双双向星球坠落。在战甲的保护下，黑妹并无大恙，但战甲受损严重，无法附着在黑妹身上。黑妹连忙查询目前位置，原来她刚刚进入虫洞，已经穿越到了1000年后的3188年。眼看虫洞就要关闭，黑妹只能将自己的坐标信息输入战甲，让他独自返回联系星舰。跟随远处的浓烟，黑妹找到刚刚与她相撞的飞船，飞船竟然隐身消失了。此时身后有人突然袭击，黑妹反应迅速，两人扭打起来。她还以为黑妹要抢她的飞船。经过一番解释后，两人停止了打斗。原来黑哥叫做布克，他刚刚去虫洞附近执行任务，飞船与突然出现的黑妹相撞后，能源泄漏无法启动。看到1000年后的科技，黑妹十分新奇。布克准备去附近的贸易联盟搞点2锂矿，为飞船重新注入能源。为了能找到联系发现号星舰的通讯设备，黑妹决定一同前往。路上，布克随口的一句话让黑妹几乎绝望：你们的星际联盟已经在宇宙中消失。当黑妹继续追问时，布克也说不清楚，因为事情发生在100多年前，他还没出生，只知道当时发生了一场浩劫，后来被称作大燃烧，这让黑妹难以接受。接着两人来到星球的贸易联盟，这里是一个大型交易市场，先进的设备让黑妹眼花缭乱，可他们没有值钱的东西交换2锂矿，只能制造混乱，最后抢走2锂矿晶体。守卫哪能轻易放过他们？两边打得热火朝天，布克掏出秘密武器，两人趁乱瞬间传送逃了出来，守卫依然穷追不舍。经过几番拉扯，最后两人跳下悬崖才摆脱了追击。一番休整后，布克拿出了一直带在身上的通讯设备。原来他刚开始对黑妹产生信任，黑妹联络发现号，但没有任何回复。两人决定先回去启动飞船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可引擎中竟然出现一条巨型虫，直接将黑妹吞噬。布克俯身好像念出一段咒语，然后原来这是西马星上常见的一种生物，黑哥在这里长大，知道如何与他们交流。两人登上飞船，安全离开。这颗星球被殖民后，由于资源过度开采，已经快被挖空了。刚刚穿越时空的发现号正在失控向星球急速下降，好在利用了反作用力，成功迫降在了一片冰原上。经过检查，飞船多个系统已经瘫痪，还好船员们都活了下来。大家开始全力维修。此时船员发现飞船坠落的冰原有某种寄生冰，它可以在背阴处急速生长。当太阳下山时，整个飞船将被吞没。舰长萨鲁带领船员胖妹出舱调查，却在远处看到一个神秘人。可跟着神秘人突然消失，两人也被传送到一个酒馆，紧接着被数人包围。Who are you? What do you want? We are officers of Starfleet. 当他们表明身份后，对方才放下戒备。原来这是一个殖民星球，他们被殖民者奴役当矿工，想寻求星联帮助。可这是3188年，发现号都还自身难保。胖妹想到可以提供给他们2锂矿能源，供他们逃离这里。作为回报，矿工还利用未来科技帮胖妹修复通讯元件。突然，外面出现一艘飞船，矿工们十分恐惧，原来是殖民者首领。他早注意到发现号的迫降，并想夺取飞船上面的资源。舰长当然不会同意，头领只能杀鸡儆猴。舰长提出用飞船上的2锂矿来换取两人的自由，首领并不想和他们谈条件，只要求让他们带路进入飞船。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突然出现，是船员老杨。只见他朝着对方先是一波嘲讽，被头领击中后瞬间爆发。看来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惹中国大爷。接着几人用矿工留下的个人传送器回到了发现号，此时发现号已经快被寄生兵吞噬。船员尝试启动飞船，但还是无法摆脱束缚。突然，船员检测到一艘舰船从上方飞来，一道牵引光束直接将发现号控制。难道是殖民者来复仇？连接通讯后，发现对方正是他们要找的黑妹。原来黑妹穿越到西马星后，一直在想方设法联络发现号，就这样足足等了1年，终于捕捉到信号。由于穿越时的微弱时间差，船员们在发现号上仅仅过了几天。布克也一同登上飞船，黑妹和船员们讲述了100年前星际联盟灭亡的消息。舰长决定再次回到地球，调查这场灾难的真正原因。当他们接近地球时，突然出现一道屏障，同时多艘战舰向发现号靠近。公元3188年，地球不仅退出了由人类创建的星际联邦，也不再是任何联邦的成员。他们为了防止2锂矿能源被其他势力夺取，举全球之力制造了这个防护屏障。发现号在这里没有得到欢迎。Leave immediately. You are not welcome here. 好在从指挥官口中得到了曾经星际联邦总部的坐标，想揭开星联毁灭的原因，还是要先找到总部。发现号跃进到这一坐标后，只探测到一个扭曲立场，舰长认为这是用来隐藏位置的安全措施。发现号穿过立场，
里面的确别有洞天。这里到处都是星际联盟的各式飞船，大家都沉浸在归队的喜悦中。接着，3人传送到总部，总司令查尔斯和安全官薇拉接待了几人，但对方并不热情，甚至有些冷漠。原来他们在星联的数据库中查询到发现号已经在258年坠毁，而且根据舰长的说法，发现号穿越到未来也违反了星联的时间条约，属于犯罪行为。同时，黑妹和舰长也获得了更多关于星联的信息。在巅峰时期曾拥有350个文明，现在仅剩38个。大燃烧过后，由于多个中继器被破坏，相互间联络也成了问题。查尔斯始终不肯透露关于星联遭遇大燃烧灾难的原因。最后，星联决定立即征用发现号，全部船员将会被重新安排。接着，船员们被单独调查，但大家纷纷表示不同意离开发现号。船员杨姐甚至搞坏了用来审讯的人工智能投影。黑妹想到办法，如果有新任务要执行，就不用立即被分配。刚好星际联邦有几个激励新人，由于某种食物中毒无法治愈，而导致他们患病的那种特殊植物，已经随他们污染的行星而废弃。以现在的技术，只有找到他们当时食用的植物，才能研发抗体。黑妹记得有一艘叫做基洛夫号的科研舰，上面有星系里面所有的植物样本，但查尔斯提醒他，基洛夫号距离太远，返航最快也需要5个月之久。黑妹提议可以派拥有孢子引擎的发现号前往，查尔斯没有更好办法，只能冒险尝试。抵达坐标后，这里正在爆发一场质子风暴。经过扫描，果然找到了基洛夫号的位置，但此时它已经失去动力，很可能已经失事。发现号启动牵引光束，将飞船拖至安全位置。3名船员传送上了飞船，这里空无一人，但他们没注意到身后好像有东西尾随。3人继续搜索，只见一个全息投影正在播放着看管飞船的博士一家。2名船员随后找到了博士的家人，此时他们已经被冷冻，应该是得了某种无法治愈的疾病，正在等待救援。看来博士还活着，并在试图治愈他们。女船员查看飞行日志，原来飞船遭遇质子风暴后，博士的家人都被一种特殊光束杀害。奇怪的是，博士的影像凭空消失了。另一边，黑妹传送到了种子库寻找植物，但访问需要密码。突然，博士出现并袭击了黑妹。可又神奇的不见了，他很确信那不是投影，这可把黑妹吓得不轻。谁不是头一次在科幻片里遇见阿飘？于是把情况报告给了发现号进行分析。船员们很快做出反馈，基洛夫号应该是遭遇了日冕物质抛射，这种辐射足以致命，而博士可能刚好在传送到种子库的过程中遭遇电离干扰，导致身体处于混沌之中。但如何让博士恢复实体？下面就是一系列的骚操作。黑妹先是切断了冷冻箱的电源。博士果然现身了，然后发现号直接启动传送器，将博士传送到种子库。他们成功了，失去家人的博士悲痛欲绝，最终还是把种子样本交给了几人。发现号顺利完成任务，出色的表现也赢得了星际联邦的认可，并决定让发现号继续为星联效力。接着，总部对这1000年前的古老星舰发现号进行了全面的升级和改造。最新的科技让发现号重获新生，就连船员们的徽章也换成了星联的最新款，不仅可以作为全息平板和3路仪使用，还集成了个人传送系统。正当船员们还在熟悉新的操作系统，突然接到一条留言，原来是布克的飞船，他正前往翡翠链的领地去寻找一个黑匣子。如果进展不顺利，飞船将会把求救信息发给发现号。信息已经是3周前的了，这是当年被大燃烧毁掉的一艘星舰上的黑匣子，它记录着每一艘星舰最后时刻的情况，里面一定会有关于大燃烧的信息。黑妹提出要营救不可，但舰长坚持不同意，绕过星联单独行动。于是黑妹找到老杨，老杨爽快地答应了请求。2人驾驶布克的飞船前往浩瀚星营救布克。自从星际联邦遭遇大燃烧后，所有使用曲速引擎的飞船都发生了爆炸，大量的残骸也孕育了一个新产业。这颗行星正在做的就是回收报废的星舰，然后倒卖拆车舰。黑妹和杨姐此行的目的是营救被困在这里的布克。此时传来通讯，一个猎户星人的全息影像出现，他自称星球使者，但显然不欢迎黑妹的飞船。杨姐谎称自己是2手飞船贩子，使者却说他们不搞零售只批发。杨姐提出可以用飞船上的2锂矿和他们交易，而且言辞激烈。A sentence. 把使者下意激烈，还得是中国人会做生意。飞船降落后，使者亲自带2人进入工厂，原来他是翡翠链首领的侄子。黑妹想起星联大会上，查尔斯提到了翡翠链势力，这是位于猎户座的文明，一个贪婪好战的种族。最近对衰落的星联虎视眈眈，黑妹开始搜寻布克，里面的工人都是殖民者们抓来的苦力，布克就是其中之一。几人进入车间，果然发现了正在干活的布克。布克转身假装不认识，此时一个工友偷拿了一个零件，被殖民者发现，残忍的使者直接处决了工友。黑妹假装挑选零件，趁机接近布克，2人成功离开殖民者的视线。使者意识到可能有问题，却没发现任何异常。此时工厂出现事故，殖民者前去处理，并派无人机监视黑妹2人。随后2人展开行动。
警报响起，二人被立即控制，接着被押上飞船。气急败坏的使者是真不拿老杨当人，嘴都给干出血了。讲话我都60来岁了，大逼斗就这么抽我，你等待会儿呢。此时手下发现了飞船的2里矿，另一边工厂发生骚乱。使者派手下回去处理，两人顺势发动攻击。他们当然不是老杨的对手，可使者还是逃走了。工厂里骚乱的工人被无情射杀。这时天空中出现支援，原来是布克的飞船，直接开启了杀戮模式。临走前挨个大逼斗的老杨还嫌不解气，将殖民者的飞船全部击落。工厂也被坠落的飞船直接毁灭。老杨这回痛快了。回到星联，布克亲手将黑匣子交给黑妹，在船员的分析下，发现大燃烧竟然不是同时发生，而是有先有后，那就一定会有源头，并将结果上报星联。查尔斯这次终于开口了，原来100年前，宇宙中的2里矿即将枯竭，星联组织大量科学家寻找替代办法，其中成员国2体星发明了一种新的引擎技术，可以让飞船瞬间跳跃数千光年，但这项技术过于危险，被星联勒令停止。后来2体星退出星联独自研究，接着便发生了大燃烧，发现号决定前去2体星调查。黑妹几人才刚刚摧毁了翡翠链的工厂，首领欧萨拉知道后非常生气，办事不力的侄子都受到了这样的惩罚。不久前，布克收到了母星的求救信号，于是找到星际联盟寻求帮助。原来100年前的大燃烧改变了奎安星的月球轨道，引起潮汐异常变化，一种在海洋里生活的海蝗虫上岸后泛滥成灾，奎安星岌岌可危。可这里是翡翠链的势力范围，星联司令同意发现号前往，但要求仅能使用外交手段，避免和翡翠链发生战争。发现号准备完毕，瞬间跃进到奎安星。船员发现一艘全副武装的重型战舰正全速赶来，布克猜测那是欧萨拉的战舰格律号，必须尽快完成任务。布克和黑妹两人登陆星球，这里拥有防御系统，上面的人无法被追踪和传送。现在到处都是海蝗虫，而且情况还在恶化。布克一族虽然可以用心灵感应驱散虫子，但他们数量太过惊人。两人随后见到了基西姆，他是布克的兄弟，也是星球的领导者。另一边格律号出现了，首领欧萨拉连接通讯，他的翡翠链势力能与现在衰落的星联分庭抗礼。他威胁发现号交出黑妹姐，不然就摧毁发现号。紧接着欧萨拉又命令基西姆让他关闭防御系统，见他不为所动，直接使用光子鱼雷向星球疯狂射击。发现号想帮助奎安星人，又怕会引发两个势力的战争。船员想到办法，直接派出了布克的小型战舰，但面对格律号明显力不可行。眼看护盾即将被击破，星联最出色的驾驶员达特曼开始手动操作，终于找到格律号的弱点。格律号受到重创，停止攻击。欧萨拉放下狠话，一定会让星联付出代价，随后就逃跑了。发现号利用信号放大器，配合布克兄弟的感应仪式，将海蝗虫成功驱散，任务再次顺利完成。随后，黑妹经过一番周折，拿到了2体星引擎的研发数据。船员们和之前发现的黑匣子进行整合，终于找到了大燃烧的起源地，就是维鲁宾星云。但那里辐射异常强烈，电磁场也极度不稳定，还接收到了一段星云中心传来的信号，竟然是一段音乐。舰长认为这可能是一段加密信息。船员们经过处理，验证了舰长的这一说法，这是一份联邦星舰的遇难信号，但还需要进一步破解。发现号距离大燃烧的真相越来越近。这是号称宇宙宫殿的巨型战舰卡隆号，打造它足足耗费数十颗星球的资源，拥有者便是曾经的人族皇帝老杨。几天前，老杨的身体像是出现了某种空间扭曲，发现号使用最新的科技进行检查，却没发现问题所在。这种扫描可以投影出病人身上的每一个结构，细致到原子。博士却说整个银河系都无法治愈老杨。他原本来自另一个平行宇宙，但分子只能在被创造出来的时空里发挥作用。想要恢复，需要将他送回原来的平行宇宙。于是他们来到了达尼斯星，两人很快在这空无一人的星球找到传说中的神圣坐标。回头却看到一个让人诧异的场景：老人叫卡尔，他说治愈老杨的良药就在这道门后。两人将信将疑。此时老杨再次发病，经过一番思想斗争，老杨还是决定抓住最后一次拯救自己的机会。他径直穿过这道门，竟然回到了人族帝国的平行宇宙。这里整个星系都被人类统治，所有其他种族只是人类的奴隶或者食物，而老杨则是人族皇帝，一切都臣服于他。Long live the Empire.
在这里，人们荣耀至上，做事不择手段。老杨曾经也是一个残暴的统治者，在这个平行宇宙里，所有人都是黑化的。黑妹是他一手养大，却密谋想要背叛他。穿越回来的老杨知道即将发生的一切，这次他想感化黑妹。正在举行的是人族最新旗舰卡戎号的起航仪式。就当老杨正在讲话之时，反叛军已经开始准备行动，可老杨先人一步，让对方措手不及。黑妹也被老杨的心腹控制，老杨没有按照人族的规矩直接处决他，而是打算感化他。虽然黑妹执迷不悟，老杨还是给了他一次机会。可对待顽固之人，有必要使用极端之术。主角变成了电击汤，遭受皮肉之苦，没日没夜的折磨下，黑妹终于扛不住了。老杨再次动之以情，果然彻底改变了他的想法。他宣誓永远效忠老杨，为表忠心还亲手处决叛徒。两人依旧情同母女，可黑妹天性难改，还是选择了背叛。这时护卫突然出现，原来老杨早已有所防备。无可奈何的老杨最终亲手了结了黑妹，自己也身受重伤。当老杨再次醒来时，已经回到了现实宇宙。在这里仅仅过去了几分钟，老杨疑惑地查看生化手环，竟然有3个月的生物数据。看来他经历的并不是梦境。此时老杨的症状再次发作，原来他并没有被治好。卡尔提醒两人，虽然老杨通过了评估，但完全恢复只能回到他自己的平行宇宙。老杨明白了卡尔的话，和黑妹道别后，走向了属于自己的世界。而发现号接下来还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危机。一艘失事125年的飞船，里面竟然检测到生命信号，而且失事星球的辐射量相当于切尔诺贝利爆炸时核心辐射量的上万倍。不久前，船员们成功破解了大燃烧源头传来的信号，是一个求救视频，由基斯号上的凯尔比人伊萨博士发出。博士一直在等待救援，从他额头上的灼伤可以看出，他好像遭受了某种辐射。信息的后半段已经无法完全恢复，既然现在还能收到求救信号，说明基斯号飞船并未被摧毁。同是凯尔比人的舰长决心让事情水落石出。接下来，船员开始想办法黑进基斯号的系统，但有一道屏障始终无法穿透。在布克的帮助下，系统成功链接。接下来就是一个惊人的发现 The kit, there's a life sign. Someone is alive. 可飞船已经失事125年，提利认为那不可能，星云里的辐射就足以致命。舰长突然想到，博士头上的灼伤不是辐射造成的，而氏族人怀孕的标志。发现号立即前往维鲁宾星云，坠毁地点在星云内部200公里处。可星云内部风暴四面，飞船护盾很快即将失效。布克提议驾驶他的小型飞船前往，不仅体积小，还能变形，可以抵御大部分的压力。眼下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布克驾驶飞船在星云内部穿梭，变形后的确可以释放部分压力。可巨大的辐射让他的身体难以支撑，在坚强的意念之下，布克终于找到了基斯号。发送坐标后，飞船启动了自动驾驶返航。发现号成功回收了布克的飞船。提利拿到数据后进行分析，原来基斯号飞船在100多年前撞上了存量巨大的双锂库。这颗星球的2锂矿资源极为丰富，足以支撑几个星系。这个发现不仅将2锂矿和大燃烧联系在了一起，还有可能会重振星际联邦。舰长立即将情况上报。星联总指挥查尔斯听到后难言喜悦，命令发现号继续调查。有了坐标的发现号直接跃进到星云内部，这次准备也足够充分。船员们随身携带的防辐射仪和抗辐射药物可以支撑4个小时。发现号护盾充能会在3个小时后完毕，足够接回船员。3人立即传送到基斯号。奇怪的事也随之发生，他们的制服竟然变成了其他服装，种族也发生了变化，就连补给物品也全都不见了，和发现号通讯也完全中断。突然远处传来声音，原来是一个智能人工投影正在教授合成食物的方法。这里好像是某种课程程序。小队继续前行，突然场景发生变化，他们的服装也随之改变。几人来到了一个远古神庙，天上还有几只鲲鹏在飞。一个凯尔比人出现，他应该就是伊萨博士生下的那个婴儿。听说几人来自外面世界，吓得直接跑开了。接着3人来到下一个场景，和智能影像沟通后得知真相，原来这里是一个拥有生命支持和等待救援的全息课程。课程启动以来，孩子已经在里面等待足125年。是他的妈妈伊萨博士，为了让他能够活着被救援，在临死前创造了这个全息世界。另一边，发现号接到消息，一艘星联飞船将在几分钟后到达。如此突然的通知相当可疑，但正在等待登陆小队的发现号无可奈何。不出所料，果然是欧萨拉的格律号战舰。欧萨拉连接通讯，他威胁发现号立刻交出孢子引擎技术，不然就将星云中的登陆小队毁灭。接着2艘飞船同时进入隐形状态，战事一触即发。此时黑妹遇到了点麻烦，一个怪物出现在眼前，黑妹转身就跑。突然，当他醒来时，碰到了他们要找的人。A program. Oh, you have. Yes. 黑妹装作课程老师和他交流，原来这个125岁的孩子名叫苏卡尔。当黑妹问到如何关闭全息程序时，苏卡尔好像有所察觉，再次跑开。3人好不容易在一个城堡里找到了他，可此时他正在被那只怪物追赶。受到惊吓的苏卡尔竟爆发出一股巨大的能量波。
甚至传导到星云外的发现号。船员很快检测到引擎中的2锂矿出现了异常，立即改变了所有能源路径。2艘飞船的引擎也同时消退。难道是苏卡尔的恐惧引发了大燃烧？他从小生长在高辐射的环境下，有可能和这里大量的2锂矿和电离辐射产生了某种效应。现在没时间考虑太多，布克自告奋勇再次来到星云解救登陆小队。船员也带着抗辐射药物登陆星球，他们必须救出苏卡尔，不然大燃烧随时可能再次发生。最后只有黑妹一人被传送了出去。与此同时，当发现号准备跃进逃离时，从各绿号伸出数十条触手，将发现号控制。紧接着，欧萨拉带着众多守卫强行登陆了发现号。等布克带着黑妹返回时，2艘飞船竟同时在眼前消失了。被欧萨拉控制的发现号和各绿号战舰一起跃进到了星联总部附近。此时，各绿号竟向发现号开火。原来总部拥有一层强大的能量护盾，任何武器都无法在外面直接穿透，只能这样借机进入。可没有收到回复的总部并未放行。布克和黑妹此时也通过超曲速隧道及时赶了回来，并强行登陆发现号。总部一头雾水，眼看发现号就要在护盾上撞火，无奈只能打开一道入口。总指挥终于意识到这是一个陷阱，并准备朝发现号开火。这时，欧萨拉连接通讯，经过短暂的交流后，直接传送到了星联总部。谈判开始，欧萨拉竟提出要和星联结盟，建立新的联邦，还拿出了一份停战协议，承诺撤出已经侵略的数十颗星球，交换条件是发现号的孢子引擎技术和星联的贸易控制权。这就是赤裸裸的抢劫。总指挥当然无法接受，欧萨拉气急败坏并退出谈判。然后，各绿号和发现号开始内外夹击，进攻星联总部。总部也开始还击。此时，黑妹偷偷潜入引擎舱，她知道欧萨拉的目的，直接找到控制孢子引擎的船员保护，还用紧急逃生舱将他送回总部。很快，他也被守卫抓到了剑桥。另一边，船员们在代理舰长胖妹的带领下，将守卫控制。欧萨拉发现后，关闭了其他舱室的生命支持系统，氧气被慢慢排出。总部在猛攻之下，很快能量护盾就破了个大洞。此时，2体星传来信号，他们的舰队正以最大曲速靠近，将会为星联提供帮助。发现号正准备冲出总部，却被2体星的飞船挡住。眼看发现号就要被击毁，黑妹主动提出向星联总指挥求情，因为发现号的引擎技术太宝贵了，总部这才停手放走2艘飞船。脱离了星联的追击，欧萨拉为了得到星云中2锂矿的情况，对布克严刑逼供。布克已经快到达极限，刚得到信任的黑妹谎称帮其劝说，然后抓准时机放倒守卫。紧接着打开了医疗室的立场，将其他人隔开，2人成功逃出舱室。没有了生命维持系统，船员们很快就吃不消了，他们靠着一个氧气管轮流供氧。这时飞船响起红色警报，麦克打开通讯通知了船员们，大家共同前往数据核心室。一名船员将炸弹装在了船尾，引爆后果然将发现号撞出了曲速。欧萨拉直接命令各绿号把发现号回收。经过一番激战，黑妹是先到达了目的地，谁知欧萨拉早有埋伏，2人展开搏斗。他将黑妹逼进了角落。就在他以为黑妹已经挂掉之时，欧萨拉终于领了盒饭。黑妹连忙重置飞船主机，恢复了生命支持系统，接着把所有守卫都传送出了飞船。听到广播后，所有船员都回到舰桥。此时还有一个大麻烦，就是飞船还在各绿号的舱体里。布克传送到引擎舱，启动了孢子引擎。黑妹将过载的曲速核心弹出飞船，接着能量巨大的曲速核心直接在各绿号内爆炸。翡翠链的巨型战舰化为灰烬，发现号在爆炸前逃了出去。另一边，在舰长的鼓励下，最终苏卡尔终结了全息程序，周围恢复了现实。接着，电脑播放出了一段影像：遭受巨量辐射的母亲伊萨博士临终前告诉他，乖乖的等待星际联邦救援，一定不要关闭程序。受到刺激的小苏卡尔撕心裂肺，最终引起了星系的大燃烧。终于真相大白，此时飞船就快解体，关键时刻发现号出现在空中，登陆小队成功被救援。没过多久，一切终于回到正轨，更多星球加入星际联邦。舰长也按照博士的遗愿，将苏卡尔带回母星。黑妹重新担任发现号舰长。大量的鸟类尸体从空中坠落，飞船调转方向，却遇到了更加恐怖的一幕：月亮竟然直接在眼前爆炸。不久前，星联总部收到求救信息，纳拉斯中校负责的空间站发生故障。发现号接到命令，迅速赶到。只见空间站在空中飞速旋转，这样下去速度越来越快，空间站将会被离心力撕碎。黑妹根据求救画面的扭曲判断，应该是空间站的一侧撞到了附近被扭曲的重力场导致。终于联系到了求助人奈拉斯，此时空间站多个系统已经损坏，仅剩10名船员幸存，需要工程师协助维修。黑妹挑选2名船员立即传送过去，船员很快取得成果。空间站推进系统已经恢复，旋转速度明显慢了下来，但恢复其他几个系统还需要一段时间。突然发现号遭到巨大撞击，黑妹下令开启护盾，并将空间站同时覆盖。虽然这样做会消耗大量能量，护盾维持的时间也会
明显缩短。船员扫描发现，撞击飞船的物体原来是甲烷冰碎片。大量的撞击让护盾水平持续下降，很快就要坚持不住了。发现号打算放弃维修，将空间站的人员传送回来，可撞击导致传送器已经损坏，只能使用逃生船。逃生船却被物体卡住，无法启动。危机之下，黑妹驾驶机器人出舱作业。就在她调节座椅靠背的时候，突然一块甲烷冰穿过护盾，将机器人击毁。黑妹瞬间暴露在真空之中，还好太空服及时启动。恢复意识的黑妹逃出座舱，直接跃向救生船。原来是一个金属碎片卡住了船体，被黑妹轻松取下。救生船送走了第一批人员，黑妹也一同返回发现号。此时船员发现一颗巨型甲烷冰即将在4分钟后撞毁发现号，但空间站内还有3名船员等待救援。黑妹坚持救人，终于最后一批人员也登上救生船。同时空间站被甲烷冰击中，巨大的碎片也一同飞向发现号。能量护盾已经完全失效。就在撞击的瞬间，发现号成功跃进，飞船到处千疮百孔，虽然损失惨重，好在任务成功完成。几天后，布克惊慌失措地赶到了发现号，并告诉黑妹他的母星出事了，月亮刚刚在他旁边爆炸。然后船员输入吉安星坐标，却没有任何反应。手动搜索后，大家都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整个星球已经毁灭，到底发生了什么？星联专门召开了一场大会，原来击中吉安星河空间站的引力波竟然长达5光年，船员已经确定了它的位置，并发现它在不断移动。根据当前所掌握的情况分析，它的核心应该是2个旋转的黑洞，正在相互融合，所以产生了强力的引力波。船员还展示了一段根据理论计算得出的模拟结果，和吉安星当时的情况基本一致。如果袖手旁观，它还会危害其他行星。所到之处寸草不生，星联决定派发现号前去调查。跃进到预定坐标后，眼前的画面竟然和预期完全不同。通俗点说，这里只有气体和尘埃组成的吸积云，以现有的科学根本没办法定义它，扫描仪也无法穿透。想要获取更多信息，只能进入其中。布克主动请缨，舰长派船员保罗利用全息影像一同前往。为了抵御干扰，并保证2艘飞船的数据传输，发现号放出了一道激光牵引绳，一旦遇到危险，还可以把飞船拖回来。这里到处都是行星的碎片，飞行难度极大。好在布克善于处理这种情况。另一边，发现号突然被引力波击中，飞船重力系统失效。How long will it last? It will pass now. 船员迅速分析数据，很快得到结果，正准备报告，舰体再度受到撞击。下次是4分钟后，如果不及时躲避，飞船将直接毁灭。此时布克这边也在遭受更加猛烈的撞击，扫描已经到了最后阶段，但牵引绳限制了飞行距离，机会千载难逢。舰长犹豫再三，只能将其断开。此时飞船就快彻底失控。现在还有一个办法能帮他逃出天生，就是和冲浪一样，驾驭引力波。当飞船进入到重力扭曲的一面，浮力就会解决其他问题。于是黑妹将方案告知布克，但他无法锁定角度，因为飞船导航传感器已经失效。关键时刻，黑妹充当了布克的领航员，计划果然成功了。搭上引力波的飞船顺流直下，回到发现号，船员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最终得出了一个让人脊背发凉的结果。Could go anywhere, at any time, and we may not have any kind of warning at all. 这样看来，宇宙中没有一个角落是安全的。人类在地外行星发现兵马俑，还成功将其复活。苏醒后，他们做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举动。就在几天前，一艘负责运送2锂矿的联邦飞船被太空海盗劫持，不仅丢失了珍贵的2锂矿，连舰长也被对方头目杀害。这已经是近期第4起同类事件。好在这次丢失的2锂矿中被植入了追踪器，凶手头目是来自2体星的威尼。总指挥任命舰长和2体星长老联合执行任务。长老为了能和平解决族人争端，没有让黑妹带相位枪，而是按照他们的传统带了一把大宝剑。几人乘坐小型飞船来到追踪位置，这是一颗由岩石构成的小行星，是旁边这颗星球的卫星。扫描显示飞船下方有个洞穴，突然有入侵者进入飞船，经过一番打斗被几人制服。接着头目维尼出现，还留下了一句狠话 Come after me, your lives are forfeit. 几人跟随信号来到山洞，这里好像是一座古老的陵墓。根据风干情况判断，起码有几百年的历史。黑妹掀开地上的斗篷，发现了一个从未见过的生物，就连联邦数据库都显示未知，大家更加迷茫。突然地面发生震动，胖妹扫描发现这并不是地震，而且附近有反应激活了2锂矿。长老恍然大悟 This isn't a... It's a ship. 胖妹根据追踪器找到了2锂矿位置，几人来到跟前，试图关闭飞船动力。接着黑妹注意到了墙上的壁画，应该是一种古老的语言，大概意思是星球发生爆炸后，月亮便脱离了母星，我们把它改造成飞船。看来威尼是在守护他们。胖妹成功关闭飞船动力，果然引来了威尼。长老率先出击，
却被分分钟制服。黑妹语出惊人：“如果你真想保护他们，听我把话说完。下面的兵马俑有可能是休眠舱。”看到几人并没有恶意，维尼最后道出了真相：原来休眠舱中是本已灭绝的种族阿波隆人。他曾对救过自己的阿波隆长老发誓，要保护他们。抢夺2里只是为飞船提供能量，可按照墙上的文字，阿波隆人是在休眠时来到这里，他们围绕的这颗行星应该是新的家园，本应在到达时醒来，却在这里沉睡了数十年。黑妹猜测是休眠舱出了故障，经过一番检查，果然成功恢复了故障。完成使命的维尼放弃了对抗，此时胖妹也修好了引擎。没过多久，苏醒的阿波隆人便开始向新家园迁徙，可他们并没有真正安全，因为此时宇宙中的某个角落还在被一股巨大的未知能量吞噬。这是连爱因斯坦看了也要一绺一绺薅头发的物理现象。一个直径足有5光年，正在无差别吸收宇宙中任何物质的天体，竟然神秘消失了。保罗观测到了这一现象，正当他疑惑不解之时，天体又神奇的出现了，但这次出现在了1000万光年之外，这完全违背了已知的全部物理定律。黑妹做出了一个细思极恐的假设 Someone created it. 此时天体正在往拉德维克小行星带移动，并将在4小时后发生撞击。这里曾是翡翠链势力的殖民地，总指挥决定派出附近的所有星舰，对小行星带居民进行疏散。发现号及时赶来，殖民地首领报告，多数民众成功转移，仅剩1206人还在等待撤离。可萨鲁在发电厂附近又发现了6个静止不动的生命信号，原来那里是殖民地监狱，6个犯人是被有意留下来的，用以警示他人。黑妹表明态度 Federation mission registry.No one will be left behind. 但此时管理人员已经提前撤离，黑妹决定解救几人。到达监狱附近，里面的一切信号都被屏蔽。进入管理区域后，两人发现了一只小甲虫，行走路线非常怪异，保持安全距离后，原来是个生物地雷。接着更多的甲虫出现在眼前，看来他们触发了安保系统。两人只靠相位枪难以应付，黑妹利用3路仪黑进了系统，成功停止了甲虫活动。进入监区后，犯人被关押在独立的牢笼中，时间不等人，还有1个小时引力波即将到达。两人试图打开牢笼，但这是生物识别设备，控制器的外壳还采用了目前已知的最强金属，这种金属导热性很好。黑妹尝试给控制器加热，果然解开了立场。正当他们准备逃走时，眼前再次出现一道屏障，看来想出去没那么容易，这层特殊材料没法通过相位枪破坏。此时距离引力波到达还剩半小时，黑妹想到了办法，她使用系统召唤甲虫，大量甲虫向建筑涌来。瞬间将立场炸开，可他们的行动并未停止，还好黑妹及时控制，最终几人传送逃走。小行星带也被引力波附近的恒星融化，发现号成功逃脱。随后星联也派出了顶尖的科学家塔卡协助发现号研究神秘天体。塔卡只用眼前这碗土豆就解释了自己的假设，土豆就是吸积云，中心还应该存在某种发生器。原来他也认为这是一个极度发达的文明所创造，并且通过创建科学模型验证了这个假设。接下来的目标就是找到幕后的操控者。发现号开始调查神秘天体消失后留下的子空间裂缝，穿过屏障，这里跟预想的完全不同。飞船不仅没有剧烈颠簸，还异常平稳，眼前则是无尽的黑暗，这里好像一个虚空之地。紧接着远程通讯发生中断，飞船的传感器也没有任何信号。发现号派出机器人出舱探查，并用前置摄像头进行拍摄。起初机器人的传感器正常，但采集不到任何数据。突然信号受到干扰，机器人无法接收指令，随之发生解体。面对未知情况，发现号不敢贸然行动。船员猜测可能是机器人撞上了某种物体，然后朝机器人失事方向发出1枚照明弹，并且飞行速度与刚刚放出的机器人保持一致，果然在相同位置消失了。经过测算，物体正以缓慢的速度朝发现号靠近，还有30分钟相撞。黑妹下令扩展护盾到最大范围，但这样对能量的消耗相当惊人。保罗几乎把所有无用的系统都关闭，才勉强支撑，护盾能力还是在短期内下降到1/4。黑妹做出了一个令大家意外的决定。Abort the mission. 可还是晚了一步，驾驶员发现，在裂缝里根本无法绘制航线，因为没有任何导航参照物，只能冒着未知风险，尝试使用孢子引擎进行越境，但进展并不顺利。导航员布克也被某种能量击中，越境失败了。发现号这次凶多吉少，船员开始对布克进行身体检查，他们猜测通过布克身体的能量，一定会留下某种痕迹。与此同时，飞船的17层甲板出现压力异常，船员迅速前去检查，结果接着多个区域出现了同样的状况。黑妹下令疏散人员，封锁问题甲板，并将更多能量分给约束立场和护盾。此时护盾只能再坚持20分钟。通过分析布克的大脑，船员们果然发现了一种粒子，这种粒子仅存在于银河系边缘，距离这里相当遥远，一定是神秘天体带来的。
制造它的文明可能来自银河系之外，找到粒子最密集的地方，发现号就可以逃出去。黑妹下令立即探测，果然找到了这个点，但驾驶员判断护盾根本无法坚持到那，飞船会在到达前解体，剑桥再次鸦雀无声。黑妹想到新方案，为了保持护盾，关闭能耗最大的生命支持系统，同时所有人都传送到休眠舱，黑妹则独自留在剑桥监视系统，开始穿越屏障，飞船护盾逐渐失效，船体被火焰包围。巨大的压力几乎让发现号解体，黑妹也坚持不住了。等她再次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安全了，飞船也被送到星联船坞进行维修。发现号成功逃出天圣，可未知的恐惧还是笼罩着整个星际联邦。如果创造神秘天体的文明来自银河系外，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人类正在观测的这个奇怪物体，直径足有3亿公里，是地球到太阳距离的2倍，外界对其无法扫描，用来维持它的能量等级，甚至让人难以想象，不知死活的人类竟然要和对方发起战争。为了应对前所未有的威胁，星际联邦召开全员大会，银河系内各个成员星球均派出代表参加。大会上出现了2种不同声音，以塔卡博士为首的主战派认为，星联应该做出强烈回应，直接摧毁神秘天体，并向未知文明宣战，还展示了自己成功研发的分解武器，它足以摧毁神秘天体的核心能量。但这种武器是星联明令禁止使用的，因为它可以对空间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黑妹表示强烈反对，以她为首的和谈派则主张先和未知文明沟通，还做了一个相当恰当的比喻：蝗虫啃食大量的庄稼，甚至会让农民一无所有，但他们只是为了生存，本身并没有任何恶意。况且这个文明还未露面，就让银河系损失惨重，真的挑起战争，也许会被对方瞬间毁灭。最终经过投票表决，黑妹的观点得到了多数代表的认可，发现号即将和未知文明进行第一次接触。可另一边提议没有被采纳的塔卡博士找到布克，准备私自行动。母星已被神秘天体毁灭的布克欣然接受了邀请。等黑妹意识到事情不妙，已经来不及追上2人了。他们很快被星联通缉，但制造分解武器还需要一种特殊元素，没有星联的帮助，只有在黑市才能找到。2人丝毫不浪费时间，见到商人后提出需求，果然在对方能力范畴之内。与此同时，黑妹也来到了黑市，她知道想获取元素只有这一个办法，并提出了高价购买。商人见钱眼开，达成了交易，可出门却被一个神秘人偷走，他不断变化形态，眼看就要逃出黑市，最终被塔卡博士控制，元素也随之落入囊中。还好黑妹偷偷在元素上装了一个追踪器，为了不和如此高阶的文明直接发生战争，他们必须先阻止塔卡博士。发现号已经根据追踪信号确定了2人的位置，他们必须阻止布克挑起2个文明间的战争。为了不打草惊蛇，飞船开启隐形后跃进到附近，并派出穿梭机前行过去，很快就和维修舱门进行对接，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突然警报声四起，穿梭机被一团发光物质困住，原来是触发了飞船的防御系统。单纯想为家人复仇的布克当然不希望伤害船员，但全自动的防御系统没办法终止。眼看穿梭机就要被撕裂，在布克的提醒下，驾驶员试图利用引擎挣脱，可始终不见效果。突然还好有惊无险，紧接着飞船在眼前消失，但他们的目的依然是摧毁神秘天体的控制器。于是发现号直接跃进到天体内部，想在这个直径足有5光年的庞然大物里找到控制器，难度可想而知。另一边布克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正当2艘飞船都在四处寻找之时，布克的飞船出现在了发现号正前方，他并没有察觉处于隐身状态的发现号，眼看就要撞在一起，好在2艘飞船擦肩而过。接着发现号放出几枚干扰弹，试图将其劝稳，毫无准备的布克直接被击中，可布克很快还以颜色，朝前面的云层中发射了镁离子炮，云层被瞬间点亮，发现号轻松躲开爆炸，布克也随着强光消失不见。在船员保罗的不懈努力下，发现号终于抢占先机，找到了神秘天体的控制器，其科技水平令人惊叹。经过漫长的等待，布克出现了。为了锁定目标，飞船先解除隐形状态。正当布克准备开火时，发现号突然跃进到眼前，布克只能变换位置。可无论他逃到什么方向，都被发现号提前预判。布克只能向发现号开火解释。黑妹无奈开始还击，双方在控制器周围展开追逐。眼看陷入僵局，塔卡博士忍无可忍，开启全面攻击。发现号没来得及躲闪，护盾所剩无几，所有船员都在等待黑妹的指令。突然剑桥传来保罗的消息，经过计算，神秘天体将会在这里逗留7天时间。黑妹听到消息，驾驶穿梭机径直来到布克飞船，他请求布克再给星联点时间，因为这期间天体不会再次跃迁，而他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进行第一次接触。如果计划失败，再来摧毁控制器也不迟。布克不顾塔卡博士的反对，接受了这一方案。可博士不打算善罢甘休，发现号监测到了能量异常，好在爆炸前2艘飞船纷纷跃进逃走。
伴随着巨大能量的爆发，神秘天体终于消失了，发现号也安全返回总部。接着，黑妹收到了一个让人绝望的消息，又一个神秘天体出现在了原来的位置。这个拥有碾压级实力的高等文明，面对星联的袭击还会作何反应？ 发现号跳跃到银河系边缘，穿过这道屏障就是银河系外，但眼前对于所有人都是未知。萨鲁发现这里的负粒子密度明显高于预期，会加速飞船护盾衰减。保罗给出建议，由于屏障内的真空状态波动，产生了许多离散的气泡来回穿梭，如果设法进入其中，就能保护飞船安全通过。但只有数量极少的红色气泡才拥有稳定结构。发现号按计划驶入屏障，飞船开始剧烈震动。 We're inside the barrier. 光谱也发生了异常，导致视觉颜色饱和度下降。突然，船员检测到一波巨大伽马射线来袭，发现号遭受重创，护盾强度只剩不到一半。还好，此时飞船也到达红色气泡边缘，成功进入后，光谱恢复正常。此时收到一条星联回传信息，根据计算，神秘天体会在3天后毁灭地球和二体星。当黑妹回到舰桥时，发现号已经停止移动，原来是他们飘进了气泡群中，阻碍了前进。 好在保罗观测到不远处的另一个稳定气泡，发现号开始在气泡中穿行，但暴露在负粒子中，让发现号护盾快速下降，巨大的压力几乎让飞船解体。在最后关头，飞船成功进入了稳定气泡，光谱也再次恢复正常。没过多久，发现号安全脱离银河屏障，到达了银河系外空间，这里格外空旷，星星也比银河系少得多。发现号继续向目标位置进发。 黑妹在距离2光年处发现了一颗无人行星，然后决定登陆表面调查，希望能对第一接触提供帮助。小队搭乘穿梭机前往。萨鲁扫描后发现，这个星球遭遇过多个小行星撞击。根据大气消散率计算，1000多年前星球也曾生机勃勃，而且推测这里可能就是他们寻找的未知文明曾经生活的地方，因为它和超场形成的时间线完全相符。另一边，布克和塔卡博士任务失败后，没有回到联邦总部，而是来到了发现号附近。他们计划搭乘发现号一同进入超场。为了躲避人工智能的探测， 他们带上了生物补丁，然后直接传送到了发现号的管道井。布克依然没有改变计划，打算消灭未知文明。黑妹这边登陆小队也成功来到星球表面，这里没有任何生命信号。突然，萨鲁惊慌失措，原来是产生了某种幻觉。接着，船员发现一块巨型生物残骸，在地下还有更多。几人继续调查，萨鲁的表现让黑妹开始担忧。进入到附近的一个建筑后，医疗官开始对萨鲁进行检查。诡异的是，他也开始出现幻觉。 接着，船员们相继出现同样的状况。难道未知文明已经发现了他们的到来？经过反复验证，发现是接触了某种烃类化合物导致。队员们收集了大量化合物后，回到发现号，经过分析，总共发现了16种烃类化合物，而且每一种都会让人出现不同情绪的幻觉。这很可能是未知文明用来交流的工具。接着，发现号继续前进，此时距离超场足有25万公里。这种巨物给人前所未有的震撼，很难想象眼前的庞然大物是某种文明建造的。发现号向超场发射信号，但没有收到任何回应。此时还有15小时。 地球将被神秘天体毁灭，必须尽快和对方实施接触。发现号继续靠近，船员将收集来的烃类化合物复制装到机器人身上，然后直接喷洒到超场表面。没过多久，果然收到回应，超场看似坚硬的表面泛起涟漪，船员也检测到了某种能量变化。黑妹下令立即回收机器人，可为时已晚，机器人直接被超场吞噬。黑妹正准备掉头撤离。 没想到发现号已难逃厄运，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吗？当然不会，被吞噬的发现号完好无损，而且进入了超场内部。船员扫描到周围有几百个生命信号，而且发现号的护盾、引擎和武器3个最重要的系统同时离线，飞船也正被全方位扫描。看来是未知文明做了手脚。管理团队开始讨论应对策略。此时布克的飞船始终隐身附着在发现号底部，由于博士植入了补丁，骗过了发现号的感知系统，他们监视着飞船的一举一动。布克还策反了同样想消灭未知文明的地球指挥官恩多，一名试图破坏计划的船员也被囚禁了起来。另一边，发现号尾舱出现状况，只见舱外烟雾缭绕，一个巨大的生物正朝飞船靠近。山本博士发现对方拥有视觉感受器和信息素线，但无法用他们已知的语言语气交流，只能另寻办法。接着，飞船人工智能检测到对方正在排出某种物质，就是登陆小队在无人星球上发现的烃类化合物。看来他们在尝试和发现号交流。化合物中含有高兴、惊讶、害怕等6种情绪，但这6种情绪又代表什么意思？谁又会同时传递6种情绪？大家一头雾水。接下来，对方多次投射出同一种发光图案，船员也将图案复制并投射到迷雾中。生物回应后消失了。山本博士提醒大家，这个文明已经达到卡尔达舍夫第2以上文明等级，他们看待人类就像我们看待蚂蚁。此时，布克和塔卡博士发生冲突，因为布克发现他的计划不仅不能阻止地球毁灭，还有可能让眼前的超场坍塌，这样发现号同样会有危险。可塔卡早有准备，布克也被囚禁起来，事态变得难以控制。
因为船员无法将听机化合物翻译成语言。此时距地球被毁灭仅剩不到7小时，人工智能对收到的消息进行分析后，只得到了一系列数学方程式。萨鲁提醒大家，可能是对方的语言过于复杂，才试图教我们一种桥梁语言。21世纪的地球，为了能和其他文明相互沟通，也曾发明过一种宇宙语，同样是通过数学方程式来表达。山本博士果然找到了规律，然后尝试着发出了一条方程式信息。此时，一个光滑的球体进入舱室，看来他们成功了。检测后发现，其内部竟然有可供呼吸的空气。接着，球体幻化出一扇门，他们是在邀请发现号深入交流。大家没想太多，因为以对方的碾压及实力，如果想伤害发现号，大家也活不到现在。于是，众人在黑妹的带领下进入球体，接着球体直接消失了。几人进入后大吃一惊，里面竟和发现号的剑桥一模一样，可能是对方有意为船员们创造了一个舒适熟悉的环境。接着前方出现一个分解武器，大家有点懵了，接着又投射出一段信息，原来他们是在问，为什么几天前星联要用这个分解武器破坏他们制造的采矿机？原来神秘天体只是未知文明的采矿设备，他们并不知道这个如此简单的设备已经让银河系天翻地覆。几人准备做出解释，采矿机正在吞噬我们的家园。很快收到回应，他们对此表示遗憾。看来对方是一个有怜悯之心的文明，第一次接触似乎成功了，现在只需要让未知文明关闭采矿机就可以保住地球。可就在这时，塔卡博士的计划也已经开始实施，他正在灼烧超场护盾，很快将护盾烧穿，接着他驾驶飞船直接逃出超场。另一边，眼看就要沟通成功的发现号船员被瞬间传送回飞船，看来他们的做法惹怒了对方，好不容易建立的信任就被这样破坏。发现号得到了布克和船员的消息，塔卡博士的计划会完全摧毁超场，就连发现号也会葬身其中。此时塔卡正在前往暗物质能量源，他被包裹在一个硅铝合金容器之中，这种合金适合储存能量，但无法抵抗过大的外力。一旦塔卡的计划成功，注定鱼死网破。发现号还被困在超场之中，无法阻止他们。此时愤怒的未知文明已经不再反馈任何信息，银河系的未来就掌握在发现号所有船员的手中。地球将在4小时后永远从宇宙中消失，星际舰队全部出动前来撤离民众。原来联邦总部本身也是一艘超大型飞船，可以容纳上百万人，可跟地球的总人口比起来，也只是杯水车薪。没过多久，引力波带来的大量行星碎片已经提前到达，总指挥命令打开地球防御阵列，尽可能抵御冲击。和即将发生的灾难相比，这只能算是给地球刮个痧而已。此时唯一能阻止这场灾难的发现号，还被困在未知文明的超场之中。而将事态升级到如此地步的塔卡，已经开始破坏暗物质能量源。终于，船员保罗想到办法，可以利用孢子引擎跳跃的能量击溃超场护盾。黑妹决定冒险一试，发现号启动孢子引擎。巨大的过载几乎将飞船撕裂，在最后关头，终于成功逃出超场。但意想不到的是，发现号的武器系统和曲速引擎仍处于离线状态，这样即使出来也是徒劳。另一边，布克和船员也想办法摆脱了控制，趁其不备直接将塔卡击晕。可飞船已被完全加密，他们也无能为力。船员传送回发现号报告情况，距离能量源破损仅剩几分钟时间，到时一切将化为乌有。也许派出穿梭机去阻止塔卡，还有一线希望，但这几乎是一次自杀行动。地球指挥官恩多愿意带队立功。If I don't make it back, please tell the president I gave my all for Earth. 另一边，总部飞船的引擎系统已经完全损毁，正像靶子一样被行星碎片不断袭击。总指挥做出了一个艰难决定。 Abandon ship. 地球真的没救了吗？只见恩多驾驶穿梭机径直飞向布克的飞船，成功保住了能量源。发现号提前将恩多传送回医务室，布克和塔卡也还活着，但剩余能量无法将两人同时传送。计划失败的塔卡决定把生存希望留给布克。发现号锁定了布克的传送信号，黑妹喜极而泣，因为自己不用当寡妇了。可突然飞船发生爆炸，传送信号也随之消散，黑寡妇诞生了。黑妹来不及悲伤，因为眼下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地球尚在危机之中，萨鲁再次收到未知文明的邀请，他们一直在做旁观者，也确定了发现号没有恶意。紧接着，球体进入发现号，并将代表们直接送到了行星表面。这里犹如地狱一般，眼前多个巨型未知生物缓缓上升，船员们都被眼前的一幕震撼，他们终于现出了真身，真正的交流开始了。对方询问星联不请自来的原因，萨鲁立即回应，此行目的只是为了拯救家园。黑妹紧接着也提出请求 You have to stop your device. Otherwise, it will destroy our planets as well. And billions will die. 对方回复立即将设备转移到别处，没想到如此轻而易举。接着神秘天体果真消失了，地球就这样得救了。可他们还是十分疑惑，既然满足了黑妹的要求，她为什么不停止悲伤？原来黑妹刚刚失去了挚爱不可。接下来大家看得目瞪口呆，科技水平的巨大差距让对方显得犹如造物者。紧接着，天神下凡的布克开始了一场圣母演说。未知生命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给其他物种带来的伤害后，决定永久关闭能耗巨大的超场。
接触结束后，发现号安全返回星际联邦总部。至此，本季故事结束。下一季，发现号将迎来新的篇章。